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2期。时间来到了1988年的10月，在这个时间段，不得不提的游戏行业的重要事件，就是10月29日，世嘉16位主机 Mega Drive 在日本正式发售了。当时的日本市场和前一年发售的 PCE 以及后来的 SFC 相比，虽然 MD 只能敬陪末座，在欧美市场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主流 RPG 游戏的匮乏可能是在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 MD 的游戏阵容也让其拥有了相当多的铁杆粉丝。回到我们当下的主题系列，竞争对手纷纷出招，此时的红白机也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但发售的游戏还没有到总数的一半，后面还有很长的路。接下来进入88年10月份的游戏介绍。超级马里奥 USA。 在之前介绍磁碟机版的超级马里奥兄弟2和梦工厂机动恐慌这2款游戏的时候，都有提到过这部作品。磁碟机上的超级马里奥兄弟2又叫做超级马里奥兄弟失落的关卡，本作和磁碟机上的马里奥不是同一个游戏，本质上它是梦工厂机动恐慌的换皮。1988年10月率先发布了美版， NES 版以超级马里奥兄弟2命名。92年发布了日版，游戏名是超级马里奥 USA。 为了方便和磁碟机上的一作进行区分，这里还是用日版名。因为是梦工厂的换皮，游戏的系统就不重复介绍，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回看第23期的内容，这里只说一些和梦工厂的区别。由于替换了角色，故事背景也相应更改。一天晚上，马里奥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人向马里奥寻求帮助。第二天，他和路易吉等4人一起野餐，发现其他3人也做了同样的梦。当他们打开一扇门后，就进入了梦中的世界，于是开始了冒险。4个角色马里奥、路易吉、奇诺比奥和桃子公主分别取代了之前的角色，也继承了相应的特性。在这里，马里奥是平衡型，路易吉跳跃能力最强，移动速度和力量稍差，桃子公主跳跃速度力量都很弱，但可以在空中漂浮一段时间。奇诺比奥的速度和力量最强，但跳跃力最差。初始的生命值还是2点，当被攻击只剩1点生命时，按照马里奥系列的惯例，角色的人物会变小，并且增加了按住 B 键可以冲刺。卡带版删除了保存的功能，系统上一个较大的修改是不同的角色过关后，进度可以共享，不再需要所有的角色都过关才能达成真结局。另外替换了少量的 BGM， 一些音效和图形也做了修改，关卡上略微调整， 5-3 更换了 BOSS， 7-1 调整了地图。这部作品由于之前没有出过 NES 版，替换成马里奥的角色在欧美上市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球销量746万份，大部分都是欧美市场贡献的。游戏内容在梦工厂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改动不大，个人评价4颗星。大战略。大战略是一个庞大的游戏系列，这个系列的游戏数量众多，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平台，而且大部分平台上的游戏名和玩法内容都有差别。在90年代被 Famicom 杂志评为登陆最多平台的游戏系列。最早的一部是1985年由 System Soft 在 NEC 的 PC98 上发布，名为《现代大战略》，它在游戏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红白机的版本由 BOSSTEC 发行，只有日版。本作和第40期介绍的任天堂战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准确的来说是任天堂战争借鉴了这个系列的很多内容。在开始的选择界面，玩家在红蓝2个阵营中选择，并且有30张不同的地图可选，有大有小，有些是基于现实中的地形。在金额这项设置50或者100，相当于每回合获得金额的基数。进入游戏地图后，和任天堂战争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采用了交错式的方格，每个方格都与6个其他的方格相邻，有的版本里是直接将格子做成了6边形。这种方式也影响了游玩的策略，回合制轮流操控，占领敌方的基地或者全灭敌军获胜。占领地图上的设施可以增加每回合的收入，只能用步兵或者海军陆战队占领设施，花钱能生产单位，空中单位要在机场生产。
最大同时拥有的部队数为32。红白机版本的大战略有16种不同的单位，前6种是飞机，包括了 F-16 战斗机、歼击机 AV-8、强击机 A-10、攻击机 A-7、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中间6种是地面的机械部队，有主战坦克、装甲车、防空火炮、防空火箭、补给车和运输车。最后的2个是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或者叫野战部队。所有部队移动都需要消耗燃料，攻击消耗弹药。不同的部队机动性和最大燃料数不同，也有各自的属性。同时有11种地形，对于部队的移动和战斗也会造成影响。在参数的细节和不同单位的克制关系上，本作比任天堂战争要复杂得多。当2个部队发生战斗后，切换到战斗画面，顶部有6项数据计算有效性，分别是攻击力、战斗获得的经验值、闪避率、地形加成、命中率和单位数。克制关系也分成了高效、有效、微弱有效和无效4种。如果全部列出来就是一个矩阵图。应该说这部作品详细的数值设计会更加追求真实感，游戏的目标人群也是这个类型的核心玩家。现在看这类红白机上的老游戏，我个人还是更喜欢任天堂战争。游戏评价3颗星。ASCII 职业棒球新资料版。关于这款游戏的原版是1988年7月推出的，在第37期节目里已经介绍过。过了3个月的时间推出了这部新资料版，本身并不是一款新的游戏，只能算是升级的版本。但由于在当时发售了新的卡带，通常统计的时候把它作为一款单独的游戏。游戏的包装和卡带封面上，为了和老的版本进行区分，包装盒子的左上角标注了新数据的字样，卡带正面的游戏名下也增加了新数据的字样。内容上主要是更新了截至1988年夏天选手的数据。之前介绍过，这是个策略模拟类的棒球作品，更新数据对实际的游玩还是有些影响，其他的基本没有变化。自定义各项数据参数，再就是比赛当中调配阵容，进攻和防守时采取不同的策略，这里也不过多重复。个人评价2颗星。黑巴斯2 Hot B 在红白机上的钓鱼系列第2作，第1部是1987年2月份发布的，在第18期里有介绍。由于第1作只有日版，而这一部除了日版后来还发行了美版，日版以黑巴斯2命名，美版差了一代，游戏名就叫做黑巴斯。为了区分，美版还在开始画面的标题上加了个 USA 的后缀。在系统玩法上和前作差不太多，本作中要参加一系列的钓鱼比赛，规则仍然是1天的时间内从早到晚尽可能多的钓到鱼，比赛结果取决于钓到鲈鱼的总重量，也可能钓到其他的鱼，但不会被列入比赛的统计。进入游戏有2种不同的游戏难度，然后会显示比赛的信息和天气情况等等。坐船来到湖里，选择一个钓鱼的地点，可以在菜单页面选择不同的鱼饵，一开始有少量的几种，在这个页面还可以查看今天钓鱼的收获，或者在湖里换一个钓鱼地点。开始钓鱼后，先用合适的力度抛竿，力度过大甩到对岸会损失鱼饵，抛出去的鱼饵可以用方向键进行引导，引诱鱼上钩。当鱼咬钩后，使用 A 和 B 键收线或者放线，绷得太紧线会断掉。和前作不同的是，这里的鱼上钩的时候不再使用测试图，而是直接用俯视图对准水面，看起来要正常很多。这座可以钓鱼湖泊的数量有4个，相比上一代，本作应该是修改了参数，更容易钓到鱼了。整体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个人评价2颗星。眼镜蛇指挥官，这是一款街机端的移植作品， Data East 发布的一款横版射击游戏。本作的街机版也是1988年发布的，画面是这个样子。还需要说明一点，在1984年 Data East 发行了一款同名的街机作品，是一个互动电影射击的类型，美版同名叫眼镜蛇指挥官，日版名是 Thunderstorm 雷霆风暴。它和本作是2个不同的游戏。20世纪中叶，美国正在东南亚开战，许多的人质被敌人劫持，并带到隐藏的地下基地。史蒂文·鲍尔指挥攻击直升机，
与南亚军队对抗。红白机的移植版和街机玩法上有些差别，有日版和美版，发布的时间差不多。玩家驾驶一架直升飞机战斗，在每关开始前都会交代任务，除了最后的关卡，前面每关的主要任务都是要拯救人质，救出人数需要达到命令要求的数量。攻击方式按 B 键发射子弹， A 键发射导弹。飞机向前后俯仰时，射击的角度也会随着改变。画面不是强制滚动的，操控左右方向键移动时，画面会随之滚动。按暂停键可以掉头。当遇到人质时，放下绳子或者停在地面，让人质上飞机。通过摧毁一些建筑后，能进入地下的场景。大量的人质都需要在地下区域营救。摧毁敌人的补给设施后，在一些特定的地点降落，能对直升机进行定制升级。可调整的项目有5个，包括主武器、导弹、装甲、引擎和救援设施。主武器和导弹的升级形式各有5、6种。装甲能增加承受攻击的次数，一开始是4次，升级到最高能承受9次伤害。引擎升级增加飞机的机动性。救援工具一开始是绳子，后面还有一个梯子，人质会爬得更快。在关卡内按数量救完人质直接过关，总共有6个关卡。地点分别是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南海、暹罗和敌方的总部。最后一关，敌方总部要消灭大 BOSS。 将横版射击、救人质和装备系统结合的框架很不错，但游戏体现出来的品质并不高。有些游戏有好的想法框架，却做不出好的作品，可能是开发团队的能力驾驭不了。比如说万代的一些游戏，但从这款游戏就能看得出，不少的问题是制作时的敷衍。比如画面卷动并不保持飞机在画面的正中央，滚动后再停止，飞机的位置有漂移，这在躲避一些攻击时影响很大。飞机遇到障碍时会爆炸，在地下场景升级引擎后很难精准操控，容易撞墙。当要降落时得完全垂直下落，稍微偏移就判定为撞击。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另外，消灭敌人和救人质结合的相当机械，像这种救3个人质就出现一辆坦克，打爆后再出现3个人质的情况，每关都有。总之，这是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却呈现出平庸水准的一款游戏。个人评价2星半。原平讨魔传原版是南梦宫1986年发布的一款街机作品，街机版是动作游戏，因其独特的游戏模式受到好评，后来移植到其他的几个平台。PCE 的移植版被认为是最接近原版的，评价较高。后来的正统续作也登陆到了 PCE。这个红白机的版本玩法和系统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原版已经完全不同了，通常被看成是另一款游戏。元平大战之后，1192年，黑暗降临，源赖朝带领恶魔征服这片土地，平家所有的人都在大战中被杀。天帝对天下大乱感到担忧，命令冥界三途川的渡手安达婆从平家死去的英雄当中选出一位。于是平景清从地狱中复活，他要找到3大神器八尺琼勾玉、八指镜和草剃剑对抗源赖朝。游戏类型是一个融合了桌面棋盘式的 RPG， 当年的随卡带发售，还有实体的地图、棋子和卡牌，可以1到4人游玩。玩法是平井清从九州的一个国开始，一路向东，沿途征服各个国，并找到3大神器。神器的位置会随机出现在3个国，游戏开始时会给出情报，最后前往镰仓击败源赖朝。源赖朝的势力也会反向推进，如果全部土地被对方支配，游戏结束。进入每个国之前有一个运势的抽签，决定了这个阶段怪物的数量。进入后以俯视角呈现一个迷宫型的场景，和之前介绍过的《月风魔传》很相似。玩家控制角色在道路上移动，有几种不同的建筑或设施。地藏使用金钱兑换生命值，宝箱有机会增加法术，消灭敌人也可能掉落宝箱。一开始有一个攻击和治疗的法术。来到神社用经验值兑换属性升级，包括攻击、防御、敏捷和法力。还有大型神社用于传送和地图边缘移动到其他国家的大门。地图上还会看到一个漩涡状的怪物传送门，它会随着移动并时不时地吐出怪物。右下方显示剩余的魔物数量和种类。如果是多人游戏，用2P 手柄能控制这个漩涡投放怪物。
与敌人接触进入战斗画面是一个回合制的 RPG 形式。此时右下方显示人物的状态，蜡烛表示血量，还有金钱、经验值和剩余的法术卷轴。底部是4项属性值，左侧的指令有普通攻击、法术和逃跑3个选项。使用法术要消耗卷轴。来到城内，通过给钱收买的方式，或者和城主战斗，获胜后取得该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在日本大地图上选择前往下一个国，按照这样的模式向东推进。获得的3个神器都有实际的效果：草剃剑增加攻击力，勾玉增加法术威力，八指镜使魔物的特殊攻击无效。和街机版完全不同的设计，在当时遭到了不少批评，但另类的玩法也收获了一批粉丝。本质上，这还是一个 RPG 的游戏。随卡带发售的那些棋盘相关的实物，更多的是一种噱头，没有这些也能正常游玩。作为 RPG 游戏，这座最大的问题是平衡性。随机的数值导致很大的运气成分，除了战斗时的数值，还包括每次源赖朝占领的地区数量，也在0到3之间波动。八指镜这个神器的影响太大，是否持有在后期战斗有着很大的区别。总的来说，红白机的版本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虽然素质不高，但也有独特的形式和多人玩法。个人评价3颗星。大挑战战斗直升机，这是杰里可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款纵向飞行射击作品。杰里可除了一个燃烧的体育系列，还用大挑战这个名字弄了一个大挑战系列。这部作品是第2款，第1款是1988年8月发布在磁碟机上的大挑战柔道选手权。这个系列没有固定的类型和题材，旨在尝试多样化的游戏玩法和形式。之前的冷门项目柔道和本作这个杰里可并不擅长的纵向飞行射击都符合系列的宗旨。一个黑暗组织正密谋毁灭一切，随着他的实力不断壮大，以遍布全世界，被组织绑架并被迫接受训练的主角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飞行员。有一天，他偷了一架战斗直升机，想要逃离，该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要将其抹去。游戏就是标准的纵向射击，分成7个关卡。一开始玩家就有9条命，左上方还有3格血量，每条命都能承受4次伤害。玩家控制的直升飞机按 B 键发射子弹， A 键使用全屏攻击的炸弹，初始的数量为0。整个游戏过程里能获得的数量也非常的少。炸弹可以瞬间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敌方攻击，武器没有升级，可以切换到其他的类型，通过消灭特定的敌人掉落，包括前后攻击、左右攻击、3项攻击、激光等等。每个关卡都分成了2个阶段，前半部分一段杂兵战后面对 BOSS， 通常都是不同形态的堡垒。消灭 BOSS 后，来到后半部分的高速飞行，本作里被称为混战模式。这个阶段敌方掉落的物品更多，但此时不能使用炸弹。另外，血量可以通过五角星道具回复，也有奖命的道具。到了后面的关卡，难度会突然上升很多，有的地方没有炸弹就很难躲开，可能这也是设计这么多生命树的原因。这部作品在系统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整体的素质还算过得去，操作手感不错，高速战斗的部分算是一个亮点，敌人的种类比较少，缺乏变化，音乐和音效还不错。后来还把这部作品里的经典 BGM 用到了街机的地球防卫军当中，个人评价3颗星。丹迪冒险杰翁的复活，玻璃佳音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款动作 RPG。1983年，动视在电脑端发布了一款叫做丹迪的动作地牢游戏，玻璃佳音拿到了授权后，就有了这一作。这是一个增强重制版，但内容变化比较大。磁碟机上的这一作本质上是一部模仿了初代塞尔达的作品，故事非常的简单，基本上游戏名就代表了故事的内容。邪恶的怪兽杰翁复活了，主角丹迪要前往消灭他。这个怪兽也是游戏里的唯一 BOSS。冒险从初始的城镇开始，显示视角有些特别。游戏里总共就5个城镇，在这里可以购买药品和弓箭用的箭矢，药品最多携带2瓶，还能买到几个武器或装备，或者对话保存进度。有白天和夜晚的设定，城镇里的人行动也会随之变化。离开城镇后，来到大地图，类似塞尔达的俯视角，走到画面的边缘滚动切换。攻击方式主要是2种，用箭攻击或者发射弓箭。
箭矢是消耗品，消灭敌人掉落蓝色的宝石相当于金钱，或者掉落药品，这两样也可能从宝箱中获得。地图上像井一样的图案是陷阱，碰到了会受到伤害。按下暂停键进入菜单页面，这里显示持有的装备和道具，底部的状态栏从左到右显示人物的等级，第二个是人物的阶层，没有什么用，然后是持有的宝石数、药品数和箭矢的数量。整个世界没有多大，由5×5个屏幕大小组成，除了前面提到的5个城镇，还分布着8个地牢迷宫。进入地牢后切换单独的地图，地牢也都很小，一个屏幕里的怪物数量是恒定的，消灭以后会再刷出来。这里也可以找到一些武器装备，结合城镇能买到的有更好的弓和剑、腰带、盾牌和盔甲这些。最主要的是要找到4个不同颜色的球体，之后拿到阿尔泰翁圣剑就可以对付最终 BOSS 了。对于一款带有 RPG 属性的游戏来说，体量显得相当的迷你，不管是故事的长度、地图大小、装备道具的数量都很少，顺利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能通关。本身没有什么亮点，战斗和一些敌人做的比较粗糙，个人评价2星半。奥特曼俱乐部，万代又一次在红白机上推出了奥特曼的游戏。在奥特曼的众多游戏当中，奥特曼俱乐部又是一个分支的系列。这个系列的特色是让不同的奥特曼角色聚集在一个游戏里，并且以 SD 的形象出现。一共出了6部作品，本作是第1部。如果加上副标题，游戏的名字是奥特曼俱乐部地球夺环战，只在磁碟机上发行。故事当然是地球被外星怪兽入侵，奥特曼兄弟们也被俘虏，只有初代的奥特曼逃脱，他要按照佐菲的提示进行反击，营救其他的奥特曼并击败外星怪兽。本作采用了 RPG 的形式，俯视角的地图上控制奥特曼移动，随机式的御敌，之后切换到战斗画面，战斗采用了回合制，左下方是角色的状态， L 表示最大的生命值， E 是能量，相当于当前的生命值， P 是攻击力， S 是速度。上方的命令选项有4个，分别是攻击、物品、谈话和逃跑。选择攻击的话会出现不同的攻击方式，有斩击和踢腿，还有2种专属的必杀技。使用踢腿消耗1点能量，必杀技消耗2点能量。由于没有设计单独的 MP， 所以能量既是生命值，也充当了 MP。 不同的奥特曼拥有不同的必杀技，当然都是他们在原著当中最有特点的招式。本作战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攻击敌人时会出现一个十字瞄准的图标，控制它对准怪物身上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怪物都有自己的弱点部位，一旦击中了弱点，怪物身上就会出现一个绷带的图案，能造成大量的伤害。这里没有经验值的设计，角色的升级是通过完成不同区域的任务来实现的。另外，杀死的怪物越多，攻击力就越高，逃跑成功的次数越多，速度就越快，所以逃跑就成了战斗回避。游戏被划分成了6个不同的区域场景，每个场景里都有几种不同的怪物，还有一个 BOSS 级的怪物。前5个场景每关都会救出一个奥特曼兄弟，救出后就变成了可以使用的角色。在山岳的区域救出赛文，森林里救出归来奥特曼里的杰克，冰川的场景救出艾斯，综合体区域救出泰罗，在城市场景救出雷欧。虽然能集齐6个可操控的角色，但战斗中最多3人同时登场，可用的道具种类虽然不多，但大部分都是比较重要的物品。最后一个场景进入地下都市，要面对最终 BOSS 泽顿。我个人对奥特曼系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看到本作这样的内容和设计，放在当时应该能受到粉丝的追捧。弱点系统配上必杀技会很过瘾。游戏的最大问题是御敌率太高，走几步就要战斗。另外，剧情任务缺少提示，还有些 bug。大体上来说，对粉丝还是一个不错的作品。个人评价3颗星。超级马里奥兄弟3，从1986年发布了磁碟机版的超级马里奥兄弟2代之后不久，这作就启动了开发，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对于当时的游戏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超长的周期了。由宫本茂和手冢卓志共同担任设计师，
在1988年10月，北美玩家还沉浸在刚发售不久的超级马里奥 USA 的喜悦当中。本作已经在日本推出了，之后90年和91年才相继发布了美版和欧版。在后发行的 NES 版本中，修复了一些图形的问题和小 bug， 并适当的降低了难度，主要体现在当拥有特殊能力状态下的马里奥受到伤害时，在日版里会直接变回小马里奥，而 NES 版本里多一次承受伤害的机会，先退回到大马里奥，再次受伤变成小马里奥。相比前2代的作品，在继承了基本系统的同时，添加了大量的新元素，让内容变得相当丰富，卡带容量也扩大了6倍。本作首次使用了大地图，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张大地图，并有专门的命名，控制马里奥或者路易吉在地图的道路上移动。通过的关卡会显示成 M 或 L 的卡片，每个世界的关卡数都不同，比之前的4个小关都要多。但如果只想过关，并不一定要全部都完成。进入关卡内，末尾从爬旗杆变成了触摸一个方块，之后获得带有图案的卡片，每收集3张卡片，增加1条生命。如果3张卡片的图案相同，还有额外的奖励。主角的动作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常规的跳和踩，还增加了滑下斜坡、拿起物品或者乌龟壳扔出这些，结合不同的特殊形态，还有其他的动作。除了经典的火焰马里奥形态，还有超级树叶、青蛙、狸猫、锤子和靴子套装的形态都很有特点。酷霸王也首次带来了他的7个孩子成为前面关卡的 BOSS， 他本人作为大 BOSS 放在了最后。前面8关的跳关区域还形成了独特的第9世界。常规的关卡之外，在大地图上还有着种类繁多的小游戏，完成后得到额外的奖励。几分钟的时间也就简单介绍部分的特点，游戏素质方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作的整体形态已经具备了后来马里奥兄弟系列里大部分的内容，新增加的各种元素基本上都被沿用了下来，一直持续到现在。原版的销量在日本是384万份，排名所有游戏第2位，仅次于初代的马里奥。全球销量超过了1700万，后来也推出了各种版本，在老玩家的收藏夹里永远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游戏评价5颗星。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看这个几十年前游戏的标题和封面，似乎有更丰富的意味。游戏是由 Hector 发布的，虽然叫美国总统大选，但却只发行了日版。基于1988年美国总统的竞选，角色都是参照了真实的候选人或者其他的真实政治人物虚构参加竞选。本作由日本新闻播音员伊藤信太郎构思和指导，他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政治家。进入游戏后，在6名候选人当中选择一个，3名属于共和党，还有3个民主党，他们都有自己的核心主张。电脑会控制6个人之外的另外4个对手和玩家竞争，之后要在4名工作人员当中选择一个作为助手，实际没有什么区别。要赢得最终的总统竞选，必须先在党内竞选成为代表，为此需要在各个州进行初选。在一个州进行初选时，可以查看民调和选择政策。民调显示目前你在该州的支持率，通过选择3个不同的政策承诺，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有6个大类的问题：环境、防卫、经济、教育、对日和外交。每个类别里又有多项政策，总共有48项。选择一项后，设置支持或者反对的偏好，调整一个大象的图案，决定偏好的程度。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参照真实情况的影响来设计的。有了偏好，就会获得某一类人的支持，也会导致另一类人的反对。政策也和所在的州的人口结构紧密相关。例如，密歇根州是著名的汽车制造州，如果选的政策对汽车制造企业或工人不利，将失去大量的支持。完成政策策略后，再通过民调查看自己的支持率是否变化，如此直到满意的结果为止。接着参加选举，系统会要求设置在接下来9天内公开露面的次数，还可以在媒体上给自己打广告，以此维持自己的支持率。包括民调在内的活动都得花钱，要保证整个的选举过程不要超过预算，没钱的话就免谈。不同的候选人初始的预算是不一样的。到了截止时间，公开该州选举的结果，然后前往下个州。
如果连续2个周的支持率低于 15%， 游戏就会结束。在超级星期二会有多个州同一天竞选，会按照3个区域进行投票，在此期间也会收到没有参加竞选活动州的投票结果，这些结果是无法控制的。这也是参照了真实的美国竞选，每个候选人都会把重点放在几个州，以获得自己的优势，但无法兼顾全部。之后是全国党内大会，选票不停地跳动，如果之前的结果很好，这里就是水到渠成，赢得提名后选阅副总统作为竞选的搭档。最后的总统大选和之前的模式一样，选3个政策依次执行，最后看着选票实时统计，获胜后入驻白宫。这款游戏的题材很独特，尽管作为一部对美国竞选的模拟，真实度算是不错。不过要是对这种主题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游戏的内容就会相当的无聊。个人评价2颗星。游戏迷宫原版是泰东1988年4月发布的一款街机游戏，同年移植到红白机上，只有磁盘版。这是一部基于吃豆人这类游戏的玩法进行开发的迷宫追逐作品，另外还利用了自家游戏打砖块里的一些元素。在100年后的未来社会，人们利用全息影像形成的3维迷宫进行非法的摩托比赛。主角绿川里香是一个暴走族帮派的头目，帮派的名字叫做发情期的猫。他为了救出被抓走的弟弟而参加比赛，在一个固定屏幕的迷宫内，玩家控制白色的摩托，和吃豆人一样，要收集画面里全部的点，不同颜色的点获得的分数不一样，有的点要多次获取才会消失。场景里还有敌方车辆追逐玩家，不同的类型决定了他们特有的行动模式。同一类敌人有自己固有的模式，收集全部的点后，迷宫的敌人消失，左右两侧会打开2个通道，进入通道后通往下一关。这里和打砖块2里的设计类似，左右两边下一关的内容不同，通关需要打过50个关卡，所以实际的关卡数有99个。有时候场景里出现不同字母符号的道具， S 字母降低敌人的速度， L 字母获得激光攻击的能力，按 A 键可以射击，字母 O 打开通往隐藏奖励区域的通道，字母 C 能自动吸收画面中全部的点，需要多次收集的点减少一次收集的次数，字母 B 直接打开过关的通道。场景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设施，像是可以传送的通道、可触发的地雷、反复开关的门，这些灵活的运用会很有效果。磁碟机的这个版本还增加了双人同时游戏的模式，另外也能自己编辑关卡，最多保存5个自定义的地图。这部作品的趣味性还是很强的，设计思路和打砖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游戏的知名度不高，也是受了磁碟机的拖累，作为休闲类的游戏还是很值得游玩。个人评价3颗星。三国志，光荣著名的历史策略游戏系列，三国志的第一作。初代的原始版本是1985年发布在 PC88 上，时隔3年登陆了红白机平台，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当时使用了和之前信长野望同样的卡带规格，售价也一样，高达9800日元。进游戏后有5个可选的剧本，从189年董卓被推翻到215年三足鼎立。根据真实的历史进展，每个剧本可选的君主也有区别，可以设置0到多个玩家，并用数字选择君主，还可以随机所选君主的能力，属性值在正负5点以内波动。下一步是电脑的强度，从1到10级，偏好设定好战或理性，不同剧本的获胜条件也不一样，并不一定要统一全国。大地图被分割成了很多块，并按数字进行了编号，有君主控制的标有对应的颜色，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可选，一般实力较弱的选不了，但会在对应的剧本里出现。初代的三国志里就已经有了255个武将，武将的参数包括了智力、武力、魅力、年龄、身体，这个数值影响寿命；运气，这个决定了被俘虏的几率；经验，通过执行命令上升；内政和探索时，智力高、经验丰富的人更有优势，智力90以上的能担任军师。最后一个参数是水军，游戏里按照1个月为1回合，可执行的指令次数和领土的数量有关。内政相关的指令主要是防洪、开发和施舍，军事相关的除了发动战争，
还有练兵、筑城和招募人才。武将相关的有移动、输送、任用和给予，还有货物交易、执行计谋、外交这些内容。这里的外交还不能同盟，主要是物资的往来、联姻、一起作战或停战。如果没记错的话，早期的几代三国志随机灾害的影响相当的大，做好防洪和粮食储备很重要。在战斗的阶段切换成单独的画面，地图采用了和大战略类似的交错式方格，一场战斗一方最多10支部队，一个武将最大的带兵数是2万。回合制的行动，一个回合是3天。除了常规的部队部署，还有一个单独的兵粮配置，如果兵粮被夺，战斗就直接失败。部队可执行的指令有移动、攻击、撤退、投降和报告状态，其中移动里还有边骂边走和散开部队一分为2。攻击除了普通的攻击，还有一起攻击、突击、计略和火计。和同时代的其他三国和历史策略游戏比起来，从剧本的数量、武将人数、参数、策略以及战斗时的操作，光荣的三国志内容要丰富而且复杂得多。当年面对的主要对象也是不满足于入门级的游戏那些核心历史策略的玩家，但现在看来指令的交互界面实在是太简陋了。红白机的版本很多操作又是直接照搬这种早期的电脑设计，控制起来实在是太麻烦。这个系列还是在电脑上玩比较好，个人评价3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